经过一番赶路，楚风也终于与无量仙人来到了那传说中的奇石道场。这便是奇石道场，果然不同凡响。看着眼前的景象，楚风的脸色也是随之一变，嘴角微微的上翘起来。那本是一片平原，可平原之上满是大小不一的石头，那些石头形状各异，有的似是人，有的似是兽。尽管五只圣土其实很多，可是这里的奇石头只看一眼便让楚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些石头绝非寻常的石头，而就是这样的石头布满了浩瀚的平原，足有数十万之多，当真是壮观不已。的确不同凡响，这里的石头之所以被称为奇石，那是因为此处的石头坚不可摧，并且一个也带不走。无量仙人说道：竟然这么神奇，莫非这些石头是至宝不成？听得此话，楚风也是颇感意外，并非至宝。自古以来曾有不少人研究过这里的石头，就连我也曾研究过。这里的石头虽然给人的感觉很特殊，并且坚不可摧，可实际上只是普通的石头而已，并非什么至宝。无量仙人说道：普通的石头，普通的石头怎么可能坚不可摧，并且想带都带不走？楚风更为吃惊，听我的师尊说，这奇石道场之所以称为道场，是因为这里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正是那力量守护着这里的奇石。虽然没人知道那股特殊的力量为何要守护这些普通的石头，但总之那股无形的力量是为这些石头的而存在的，可能也正因如此，这里才会被称为奇石道场吧。无量仙人解释道：原来如此。楚风点了点头。楚风如今已经进入了这奇石道场，你可有感应到那宝藏？无量仙人问道。感应不到，我需要布置一座阵法，那座阵法布置而出，便可以凝聚出一个藏宝图，那藏宝图便记载着那宝藏所藏之地。楚风说道。原来这里只有藏宝图，宝藏还藏在其他地方？无量仙人问道。应该是。楚风说道。五行老祖可真是谨慎，本以为只要融合了五行秘籍就可以解开他留下的宝藏，没想到竟如此麻烦。无量仙人说道。不过既然已经来了，总是要试试的。楚风你布阵吧，我在此守护你。无量仙人说道。有劳前辈了。楚风点头应允，随后他也不犹豫，前往那奇石道场的中心之后，便在半空之上开始布置阵法。这座阵法楚风布置得很快，可是却看得无量仙人神情变幻，惊叹不已。楚风所布置的阵法太复杂了，楚风若是向他解释，他也许会懂，但楚风不解释，他当真是看不懂。虽然看不懂，可却能够感受得到那阵法之内所蕴含的恐怖力量，而正是因为这阵法恐怖，并且极为复杂，他才惊叹楚风是怎么布置出来的，换作是他根本做不到。此子天赋当真恐怖，搞不好会是我五只圣徒远古之后的第一位仙袍界灵师。看着天际之上布置磅礴大阵的楚风，无量仙人忍不住夸赞起来。在他看来，楚风的结界之术怕是不仅仅超越了他们，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五只圣徒的第一，凌驾于所有界灵师之上。在他看来，哪怕十仙之首那位神通广大的通天仙人也未必能比得过楚风。可是楚风才多大，他这个年纪便能够走到这一步，那日后的成就又会是何其恐怖？只要想一想，无量仙人便感觉不可思议，真是想不佩服楚风都是不行。而事实上，这个阵法的确很是复杂，复杂的程度完全超过了无量仙人的想象。因为这阵法，楚风足足布置了1个月，才总算布置成功。此刻，楚风终于来到了无量仙人的身旁，他大汗淋漓，脸色也是有些不好看，可却满面笑容道：前辈，我成功了，成了。那地图呢？地图在哪？无量仙人打量着那座大阵，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观望着，在寻找地图的下落。前辈，请看。楚风嘴角再度上翘，随后单手捏诀，与此同时，口中开始念出特殊的咒语。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地一阵颤动，一道道肉眼可见的能量体开始自其石道场的地表之中飞掠而出，融入那半空之上的阵法之内。这种情况之下，那阵法越来越为明亮，到达最后就像是一轮明月，荧光照耀四方，极为的壮观。楚风这阵法竟然在吸收此处的力量。见到这一幕，无量仙人本就震惊的面容变得越发震惊起来。奇石道场那特殊的力量虽然说是守护着此处的石头，可却一直是一个谜，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成功的捕捉到那股力量，也就无法验证那股力量是否存在。然而现在楚风验证了，他不仅验证了那股力量是存在的，他更是用这座阵法将此处特殊而强大的神秘力量全部收入了那座大阵之中。换句话说，楚风揭开了这奇石道场无人可以解开的谜团。原来这谜团与五行老祖有关。终于，那大阵将奇石道场所有力量全部给吸干了，奇石道场没有了那股强大特殊的力量。这里的石头虽然依旧千奇百怪，奇形怪状，可却也都变得很是平凡，这里变成了一个平凡之地。可是无量仙人的内心却再也无法平静下来，而是将目光一直锁定在那位于半空之上宛如明月一般的大阵，在吸收光。其石道场内那股特殊能量后，那本银光四射的大阵变得越发的恐怖，就像是一股爆炸性的力量在其中滚动，随时可能爆炸一般。不过那照耀四方的银芒却开始消散，而随着刺眼光芒的消散，无量仙人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那大阵的中央有着一个卷轴。就在这时，楚风一只手继续捏诀，另一只手对着那大阵探手一抓，那卷轴竟自大阵之中飞掠而出，落入了楚风的手中。成了。看着楚风手中的卷轴，无量仙人惊叹不已。成了。楚风将卷轴递给了无量仙人，这卷轴之内记载着的便是宝藏。无量仙人并未打开卷轴，而是对楚风问道：这里记载的便是宝藏所在的位置了？楚风点头道：可还用五行秘籍？无量仙人问道：不用了，只要有这个卷轴，任何人都可以找到那宝藏。楚风笑着说道：好，太好了。而此刻
无量仙人也是一阵大笑，他还是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甚至已经有些忘乎所以，与他之前的形象很是不同。可忽然之间，无量仙人竟然一掌轰出，对着楚风的丹田便轰了过来。然而，对于无量仙人这忽然之间的攻击，楚风就像是早有准备一般，雷霆羽翼、雷霆铠甲一同施展而出，竟然躲开了无量仙人的这一掌。你居然防着我！见状，无量仙人双眼微眯，眼中涌现出了浓浓的意外之色。我早就怀疑你了。楚风笑着说道，那笑容之中满含轻蔑之色。早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无量仙人很是惊讶地问道。你之前的表现都很正常，但是关于这五行秘籍的宝藏，你就格外上心。这便让我知道你非常渴望这个宝藏。本来渴望宝藏也没什么，但正因为你之前的形象太过正面，所以才显得蹊跷。老实说，我无法确定你是否想要得到这宝藏，但总归要试一试，所以我也是故意不让他们跟着我来的，因为只有你自己跟着我来，才会原形毕露。楚风说道。听得楚风的话后，无量仙人愣在了那里，似是不敢相信这一切。过了好一会，无量仙人才有所缓和，苦笑着说道：楚风，我不得不承认，你真的很聪明，你是第一个看穿我的人。是啊，任凭是谁也不会想到，名满天下的无量仙人竟然会是一个真正的伪君子。说实话，像是你这种人，比你的师弟爱财仙人还要可恶。爱财虽然坏，可起码坏得光明正大，但你却是人前一个好人的形象，人后却尽做卑鄙之事。楚风说道。卑鄙之事？你怎么就知道我曾做过卑鄙之事？无量仙人笑眯眯地问道。天下乌鸦一般黑，更何况你伪装得如此之好，就说明你不是一般的而连寻常恶者都会做的恶事，你自然不会少做。楚风说道。没错，你又猜对了，何止是没有少做，这天下间可以做的恶事，我可谓是做尽了。我也不瞒你，在五之圣土，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无量仙人颇为得意地说着，甚至说此话的时候还有意地挺了挺胸脯，就像是这个身份让他很引以为傲一样。你是谁？此刻楚风也是眉头微皱，追问起来。战苍天。无量仙人一字一字地说出了这个名字。什么？你是战苍天？听得此话，楚风也是面容一变，一脸的吃惊。尽管从打他开始怀疑无量仙人开始，便对无量仙人的印象大打折扣，而当确定无量仙人另有所图之后，更是觉得无量仙人不是什么好人，对其厌恶不已。但楚风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无量仙人竟然会是战苍天。战苍天是谁？那可是五之圣土五大恶人之首，最臭名昭著的存在，多少无辜的生命都是惨死在他的手中，雪刀狂魔的家人就全部是他害死的。你说你是战苍天，那你可曾知道雪刀前辈的家人是怎么死的？楚风问道。他有些不相信无量仙人的话，所以他要确定一下，他要确定这无量仙人到底是不是战苍天。如果是的话，那对楚风来说，眼前这个家伙将全然不同。雪刀狂魔对吧？那个爱管闲事的家伙，他的家人是我杀的，一个不留。至于他，更是一个蠢货，在五之圣土找了我那么多年，却一直没有找到。最可笑的是，他在此期间还曾见过我多面，只不过他没有与我动武，反而都是恭恭敬敬。无量仙人一阵疯狂的大笑，那笑声甚是令人痛恨。随后又说道：不过这也不能怪他，谁让我伪装的太好？没有人会想到，乐于助人的无量仙人会是恶事做尽的战苍天。你这畜生，我定要宰了你，替雪刀前辈的家人报仇。这一刻，楚风的眼中涌现出了浓浓的杀意，那杀意影响之下，这方天地顿时寒意暴涨，乌云滚滚，雷声阵阵，连天气都被楚风的情绪所影响。当确认了这无量仙人便是战苍天之后，楚风当真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本来之前他还觉得要留着无量仙人一命，将他交给精灵国王处理，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战苍天所犯下的罪孽无数，当真是不可饶恕。楚风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罪大恶极的畜生。楚风说话之间，盘龙怒斩已然出现，化作一道银光，向无量仙人挥砍而去。可是无量仙人也是早有准备，在楚风攻来之后，手腕一翻，一把暗黑色的巨斧便出现在了手中。这个斧头明明是黑色，可却散发着浓浓的血腥之气，这说明有无数个人曾死在这斧头之下，其中很多的人甚至是修为极弱之人，甚至还有未曾修过武的普通人。而这个斧头并非无量仙人平时所使用的地兵，这乃是战苍天经常使用的地兵。果然是你，今日非要将你碎尸万段，否则难消心头之恨。看到这黑色的巨斧，楚风眼中的杀意更浓，手中的盘龙怒斩千变万化，似是索命的镰刀，不断的攻向无量仙人，要索取无量仙人的性命。至于无量仙人，一把黑色巨斧头，霸气非常，并且那股杀气不禁丝毫不逊色于楚风，甚至还要过之。可是面对楚风这凶猛的攻击，他不仅不慌不忙，反而有恃无恐地说道：气势不错嘛，难怪如此大胆，独自一人便敢引我现身。不过楚风，你当我战苍天是什么人？五之圣土那么多人想杀我，都杀不掉我，你一个小鬼，你觉得你可以办得到吗？少废话，今日我就要替那些无辜之人报仇。楚风对着战苍天本来没有如此大的恨意，不管他多么臭名昭著，多么该死，但是战苍天所犯下的罪恶毕竟不是发生在楚风身上的，所以若是之前楚风遇到战苍天绝对会杀，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恨意。可是在听过雪刀狂魔的讲述之后，在得知战苍天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之后，连长成的小女孩都要玷污的时候，楚风对这个畜生当真恨到了骨子里，他无法容忍这样的畜生活在世上，他必须要替世人除害。好，有勇气，那便来吧，我今日就要终结五之圣土最强的天才无量仙人。大笑连连，对他来说，与楚风交手
好像根本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反而是一件反很快乐的事情一般。可是别看无量仙人始终在大笑，可他手中的斧头却并未留情，每回砍一下都可施展出一种武技，并且不是寻常的武技，皆是竞技武技，而他可以在一瞬间挥展出上千次，也就是说，他可以在一瞬间施展出上千种竞技武技攻击着楚风。这样凶猛的攻势，楚风也是节节败退。尽管他依然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无上秘技施展而出，来帮助自己对抗无量仙人，可是眼下的他还是陷入了绝对的劣势。该死！此刻，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忍不住大声的咒骂起来。楚风如今的真实修为是2品武帝，加上雷霆羽翼和雷霆铠甲，可提升到4品武帝，再加上楚风的逆天战力，寻常的6品武帝根本不是楚风的对手。就算是7品武帝，在使用各种手段之后，也是可以一战的。这也是为何楚风明明早就怀疑无量仙人，可却也敢独自一人来引诱无量仙人露出真容的原因。可是这无量仙人显然不是寻常的7品武帝，在这位的面前，楚风再度感受到了当日对战阴阳仙人时的压力。不错不错，明明只是2品武帝，可却能够与我这堂堂7品武帝打上这么久，我不得不说，楚风你很强。除了店主大人，我还是真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强的，果然不愧是来自天外的种，就是不一样啊。无量仙人这话看似夸赞，可却是浓浓的讽刺之意。店主大人，你竟然是效力于暗殿店主？听得此话，楚风神情又是一变。楚风，你还真以为天道府和人王府会平白无故的送上门，让你夺走他们的秘籍？不妨告诉你吧，一切的一切都是店主大人安排好的。店主大人就是要利用你，解开5行秘籍内的宝藏。现在你知道你是多么弱小了吗？尽管与5之圣土的其他人比，你的确是天纵之才，天之骄子，可是与店主大人比，你不过是一个小角色。明明被店主大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却全然不觉，还自以为很了不起，真是可悲，真是可叹。最可怜的不是自己平凡没用，而是明明实力超凡，非寻常人可比，但依旧被人压着一头，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楚风，你现在知道你多么可怜了吗？无量仙人一边以凶猛的攻势压迫着楚风，一边出言对楚风进行羞辱。难怪他不杀我，原来他早就想要利用我。楚风气得咬牙切齿，脸色通红，简直快要疯了。而就在这时，无量仙人忽然一道斩击自楚风的左肩擦过，不仅鲜血淋漓，更是一道块肉被其手中的黑色巨斧给砍了下去。那一斧头太过凶狠，哪怕楚风也是疼得痛喊起来。与此同时，身形暴退，转身就要逃。然而就在此刻，无量仙人脚下光芒一闪，竟如同鬼魅一般来到了楚风的身前，挡住了楚风的去路。天境武技黑斧定魂术。与此同时，他高举手中的黑色巨斧，一股无形的力量顿时笼罩了楚风，竟将楚风束缚在了那里，一动也不能动。混账，你对我做了什么？惊慌失措之下，楚风忍不住大喊起来。做了什么？此乃我这地冰黑斧特有的天境武技，名为天境定魂术。不过我给它命名为黑斧定魂术，在一定的距离之内，只要中2位这黑斧定魂术，你将逃无可逃，动不可动，只能任我宰割。想一想，真是可惜。若是让天下人知道绝世天才楚风死在了我的手中，那会是何等畅快。不过可惜，这件事不能说，因为杀了你之后，我还要回到远古精灵那里，我要站在精灵国王的身旁，亲眼看着远古精灵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无量仙人疯狂地大笑着。然而听得此话后，楚风的脸色却是越发的难看。他终于知道为什么远古精灵总是棋差一招，此次被暗殿牵制了。原来无量仙人这个与远古精灵交情极深的家伙，就是暗殿的人。若是真的让他回到远古精灵那里，那对远古精灵来说可是极为不妙的。见如此讽刺的嘲笑，楚风也没有反应。无量仙人则是主动问道：楚风，现在你还有什么话想要说吗？圣王败寇，我无话可说。楚风说道：你虽然无话可说，可我却有话要说。你可知道你当初在攻霸平原杀的并非只是我的弟子，更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个子嗣。无量仙人此刻忽然收起了笑脸，苍老的眼中涌现出的是浓浓的杀意。见状，楚风不但没有害怕，反而本阴着脸的他发出了一阵大笑，笑的那叫一个开心，就跟眼下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是他一样。你笑什么？无量仙人皱眉问道。他不明白楚风是在卖什么关子。本来我觉得只是杀了你的弟子，搞了半天我是杀了你的儿子，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啊。对了，你儿子死之前还曾拿你的名号来威胁过我，不过可惜他还是被我给弄死了，而且他死得很惨。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听到楚风的这番话后，无量仙人的身体开始颤抖，目光闪烁不定，就好像他看到了他儿子惨死在楚风手中的景象一样。而越是想象，他越是愤怒，整个人都快疯魔，猛然大喊一声：你这小鬼，真是该死！此话一出，那高高举起的黑色巨斧便夹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对着楚风便挥斩而下。刹那之间，一道黑色半月形斩击便落在了楚风的身上，将楚风斩得4分5裂。可是那4分5裂的肉身并没有化作血水，反而是化作能量体，向无量仙人飞掠而来。一切来得太快，本觉得自己胜券在握的能量仙人反应过来之际，那5种能量体已然交织在一处，化作了一个肉身，站在了无量仙人的身后。而此人正是楚风，天境破空斩。此刻的楚风猛然挥动手中的盘龙木斩，这一斩看似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可是当此斩挥出的那一刻，这方天地顿时一片漆黑。可忽然之间，在那漆黑一片的虚空之上，一道耀眼的银色光芒体如同巨大的流星一般划过了那漆黑的虚空，而那并非是流星，
而是像一道凶猛无比的斩击，威力比楚风的奥义苍冥杀还要强大。终于，漆黑一片的虚空恢复成了之前的模样，楚风还站在虚空之上，未受一丝损伤。之前被无量仙人所伤的地方已经痊愈了，不仅肉身痊愈，就连被砍掉的衣服也是恢复了。但此刻的楚风却是毫无表情地看着下方的一块巨石，那巨石之上有着一个身影，准确来说，那是一个灵魂体，而这个灵魂体正是无量仙人。无量仙人没有死，在关键时刻，他用特殊手段躲过了一劫，但此刻的他不仅肉身没了，同样也是虚弱无比。莫说是楚风，就算是随便一个一品武帝，都可以将其斩杀。你倒是忠心，眼见着无量仙人已经是这个模样，已经放弃了肉身，放弃了乾坤袋，放弃了自己的地兵黑斧，可手中却紧握着那个记载着宝藏位置的卷轴，这让楚风知道，无量仙人对暗殿殿主倒可谓是忠心耿耿。怎么会这样？我怎么可能会败给你？无量仙人不敢置信地看着楚风，哪怕到现在，他也不太相信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他居然败给了楚风。虽然他早就知道楚风的厉害，但他却也没有大意，从一开始就使用了地兵，从一开始就使用了自己最强的攻击手段，甚至用自己最强的杀招来对付楚风。这一切的一切，本应该稳操胜券才对，怎么可能还是输给了楚风？毕竟他与楚风的真实修为差了那么多，若是没有击败你的把握，你觉得我会一个人来引你现身吗？楚风冷冷的一笑，没错，楚风敢一个人来，就是有着绝对的把握，可以胜过无量仙人。虽说五行秘籍融合在一起，没有让楚风的修为增长，可却赐给了楚风一个不死之身。除非对方的实力能够绝对的压制楚风，强大到楚风根本无法抗衡的地步，否则没有人可以杀掉楚风。楚风乃是不死不灭，而很显然，无量仙人就在无法杀掉楚风的行列之中。可是你是想说，你之前明明斩伤了我，对吗？那是我故意的。若不是那样的话，你又怎么会掉以轻心？我又怎么能一击制敌？楚风冷笑道：“你是装的，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装的，你这个卑鄙的小鬼！”得知真相，无量仙人恼怒不已。不，我之前的杀意可不是装的。楚风话到此处，眼中的杀意再度浮现，随后手中的盘龙怒斩再度挥斩，一道银光便从天而降，向无量仙人挥斩而来。面对这道斩击，无量仙人则是闭上了双眼。他知道楚风的这道斩击只是寻常的斩击，并非是什么特殊的武技。可是现在的他实在是太虚弱了，根本就不具备抵挡这道斩击的能力。这道斩击足以驱走他的性命，尽管知道自己已然必死，他也无需反抗。可与此同时，他却也握紧了双拳，因为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在了楚风的手中。然而就在此时，忽然一道身影浮现，挡在了无量仙人的身前，并且那位只是袖子一挥，释放出了一道寻常的地级武力。可只听得一声巨响，那道寻常的地级武力却硬生生的将楚风的这道斩击给挡了下来。是灭世仙人。此刻灭世仙人站在了无量仙人的面前。楚风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吧？灭世仙人出现后便紧紧地凝视着楚风，可是他的面容却很是狰狞，与他之前那俊美的模样很是不同，就像是一个魔鬼一样。他连做梦都想要杀掉楚风，对楚风恨到了极致。而现在楚风就在他的眼前，他终于能够得偿所愿，那种憋了许久的杀意终于得以爆发。灭世仙人见到灭世仙人，楚风也是眉头微皱。楚风，就算你能废了我的肉身，可那又如何？我早在来此之前便通知了店主大人，有灭世仙人在此，你拿什么杀我？今日死的终归还要是你。无量仙人此刻狰狞的大笑起来。你是说我们出发的第一天晚上吧？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无量仙人的脸色顿时一僵，随后说道：你早就知道，我那个时候发出了消息，金色闪光鸟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是也不可能快到连我看都看不到地步。楚风说道：你既然早就知道，为何还敢一个人来此？难道说你早就通知了远古精灵？此刻莫说无量仙人，就连灭世仙人也是慌了，开始紧张的观望四周。楚风如此有恃无恐，肯定是有备而来，可是他却是独自一人而来。若是其他人也就算了，可若是精灵国王来了的话，那么哪怕他也是要必死无疑的。毕竟精灵国王那可是强大到连暗殿殿主目前也要退避3分的存在。不用看了，我没有告诉青木山的人，更没告诉远古精灵的人，他们现在都在对付你们暗殿的人呢。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没有叫青木山的高手，也没有叫远古精灵，但楚风却依然有恃无恐，自信满满。而楚风越是这样，越是让灭世与无量感到不安。虽然灭世仙人的实力要强于楚风，想杀楚风乃是轻而易举，可是此刻楚风看着他的目光不但没有惧怕，反而满是轻蔑，就像楚风是虎而他是羊，楚风想杀就杀一样。极度不安之下，灭世仙人对楚风大声喝道：楚风，你到底在卖什么关子？楚风微微一笑，忽然身子一跃，来到了那座位于半空之上的大阵之前。他双手交织，捏出一个奇特的法诀，这才说道：你们想知道，这就满足你们。忽然之间，那大阵再度银芒四射，而这一刻，一道道银色的光芒体宛如流星雨一般自那大阵散发开来，飞掠而下。最终那些银色的光芒体竟然全部融入了那些奇石之内。很快的，那些奇石竟然开始撕裂粉碎，只不过当粉碎的石头只是一个表体而已，内部的石头不仅没有粉碎，反而是一个个具有生命的生命体，有的似人，有的似兽。虽然全部都是以石头为肉身，可每一个石头怪物都有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杀气腾腾。最重要的是，这些石头怪物不仅全部活了过来，竟然全部有着5帝境的修为，并且
此刻楚风通过阵法所复活的石头怪物，足足有数万有余。这一刻，莫说无量仙人，就连灭世仙人也都是吓得说不出话来。足足10万个石头怪物，全部都是5地境，最弱的都是1品5地，大部分都是3品5地到6品5地之间。虽然6品5地以上的石头怪物不是很多，但也是有着不少。甚至其中最强2只最强的石头怪物，竟与灭世仙人一样，有着8品5地的修为。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会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灭世仙人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这实在太令人吃惊了。尽管这里的奇石自远古时期便已存在，可却没有人想到过，这里的奇石竟是如此强大的存在。你们不是想知道五行老祖在五行秘籍内留下了怎样的秘密吗？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五行秘籍内的秘密，杀了他们！忽然，楚风指着灭世仙人以及无量仙人说道。而楚风此话一出，那足足10万个石头怪物顿时发出了无比刺耳的咆哮。而与此同时，10万只石头怪物更是宛如听从指令的大军一般，向灭世仙人以及无量仙人围攻而来。尤其是那2只修为在8品5地的石头怪物，更是首当其冲，眨眼之间已然来到了无量仙人与灭世仙人的身前。这2个石头怪物个个高达100米，就像是2座小山一样，不仅是人的模样，更是披着铠甲，就像是2位大将。他们在灭世仙人的面前，乃是2个真正的巨人，并且别看他们手中的兵刃只是石头，可是每当与灭世仙人的地兵碰撞之际，都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威力相当之强。这种情况之下，灭世仙人也是不敢再近身交手，而是逃遁到天际之上，用武技发动攻势。然而那2只石头怪物不仅只是近身交战凶猛，远程攻势也是极强，张开大口竟可喷云吐雾，金木水火土5种能量更是被他们运用自如，甚至最恐怖的时候可以达到天境武技的地步。一时之间，灭世仙人便与那2只石头怪物交战在了一处。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交战之际，那些实力稍弱的石头怪物竟不再插手，而是纷纷站在一旁观望。其实他们若是插手，只会添乱，毕竟他们的实力不强，不可能杀了灭世仙人，所以此刻他们退到一旁观战，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这一切都被无量仙人看在了眼中，且他又看了看天际之上的楚风，他心想，这一切若是楚风操纵的也就算了，可若是这些石头怪物自己的想法，那未免太可怕了一些。足足10万只石头怪物，最弱的都是1品5地，若是加入到暗殿与远古精灵的战场的话，那暗殿现在的优势不仅要荡然无存，且定然是要陷入劣势的。然而就在这时，灭世仙人忽然大嘴一张，竟然吐出了一大口鲜血，他被打伤了。堂堂8品5地的灭世仙人竟然被2只石头怪物给打伤了。走！眼见不妙，灭世仙人不敢继续逗留，带着无量仙人便要逃脱追。然而楚风怎么可能让他们这么就走？一声命令之下，2只身披战甲的石头怪物便脚踩大地，穷追不舍，每落一步都是地动天摇，可速度却是极快。不过别看灭世仙人正面交锋斗不过2只石头怪物，但他这逃跑的速度可真不是盖的，任凭2只石头怪物再强，但终究还是未能追上。见状，楚风也只能将2只石头怪物给收了回来。虽然灭世仙人和无量仙人逃走了，并且还带走了那个卷轴，但楚风除了有一点遗憾之外，却没有丝毫的难过。相反，此刻的他很是高兴，五行秘籍真正的宝藏就在这里。看着那10万多只石头怪物，楚风真是想不高兴都难。尤其是这些石头怪物的实力，当真是不弱，可谓极强。先前楚风只是一声令下，他们便发动了攻击。虽然听从楚风号令，但却并非楚风全程操控。也就是说，之前2只石头怪物围攻灭世仙人，其他石头怪物并未插手，乃是这些石头怪物自己的决断。虽然他们并非真正的生命体，只是五行老祖用特殊的手段而凝聚成的战斗武器，但这种级别的战斗武器当真是恐怖的很。宝藏？谁敢说这不是宝藏？只要掌控这些石头怪物，哪怕3伏也要俯首称臣。而现在楚风便是这个宝藏的主宰者。随我征战！楚风一声令下，10万石头怪物便发出一声咆哮，随后跟随楚风向远古沙阵的方向狂奔去。然而当楚风浩浩荡荡的率领10万石头大军离开之后，远处的虚空忽然一阵波动，很快的那里竟出现了一个身影。这位上身光着膀子，下身穿着大裤衩子，脚上穿了个带色的草鞋，此人正是王强。只不过此刻王强的眼中却涌现出了一抹凝重，淡淡的笑道：“看来我跟着来到这里是多此一举了。”说完此话，王强又是哈哈一笑，双手插到裤裆之中，大摇大摆的踏空而行，向远处走去。虽然是一步一步的走，看似缓慢，可实际上一步千里。远古精灵这个庞然大物，其领地几乎遍布5支圣土各处，除了精灵国王这座大本营之外，最重要的领地共有21处。如今这21处营地，远古精灵皆已派出精灵王国内的顶尖高手前去镇守。可哪怕如此，面对暗殿的时而发动的攻势，还是极其被动。眼下战局很不乐观。虽然练兵仙人他们所率领的青木山的5地大军加入战场之后，远古精灵的压力得以缓解不少，可是暗殿所发动的远古凶兽越来越强，甚至很多远古凶兽已非当初在嗜血沙阵内所封印的远古凶兽，他们居然得以进化，不仅外形变得更为狰狞，实力也是变得更为强劲。所以远古精灵与暗殿的之间的这场战争依然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之下，远古精灵小公主仙喵喵也是坐不住了，请命去镇守距离精灵王国外的一座领地。本来精灵国王是不同意的，可是仙喵喵执意要求之下，精灵国王只能勉强同意。然而暗殿就像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一般，
竟在仙喵喵刚刚抵达那座领地之后，暗殿便率领大军对那座领地发动了攻击，而这一次是最激烈的一次。可恶，暗殿显然是早有准备，乃是为公主大人而来。此处领地的领主站在大阵之内，城墙之巅，看着那正在攻阵的远古凶兽以及暗殿众强者们，眉头紧皱，极度不安。自从与暗殿开战，他们曾与暗殿交手至少几十次，而这几十次战役之中，虽然输多胜少，可每一次都是与暗殿正面交锋的，因为他们要捍卫远古精灵的尊严，不能做缩头乌龟。但是这一次，暗殿派来的远古凶兽实在太多，甚至连7品5帝级别的远古凶兽就有着10只，而他们这里最强的一位守护者，便是远古精灵的一位护法大人。这位护法大人还是为了保护仙喵喵来的，可是哪怕这位护法大人也只是7品5帝而已，只是他一个，显然无法对付那10只远古凶兽，所以这可谓是暗殿对他们发动的最凶猛的一次攻势，他们根本无法正面抗衡，只能防守。而现在这座大阵已经是此处领地的最后一道防线，若是这座大阵被攻破，他们可真就是惨了。若只是领地被攻陷也就算了，若是仙喵喵也被杀死的话，那这个责任他当真是背负不起。护法大人，等下若是大阵被攻破，请您不要管我们，带着公主大人一个人走。此处的领主忽然跪在了身旁的护法面前，满面诚恳地请求道：“你这是看到这位领主跪在自己的面前，那位护法大人也是满心酸楚，可最终他也是点了点头，因为他也知道仙喵喵对远古精灵的重要性的确高于这座领地。把大阵的门打开，我要出去杀了这群畜生。”然而就在此刻，一道甜美却又充满力量的声音响起，侧目观望，站在城墙之上的人皆是神情一致。这是一位极美的少女，尤其那双蓝色的眼眸清澈如水，非常之媚。可是这本清澈的眼眸之中，此刻却涌动着怒火。此人正是远古精灵的小公主仙喵喵。公主大人，万万不可呀！见仙喵喵竟要现在出去，此处的领主吓得脸色发青，无奈之下只得将目光投向那位护法大人。虽然他是此处的领主，可是他与仙喵喵的地位相差悬殊，根本没有与仙喵喵正面对话的资格，唯有这位护法大人才有资格劝仙喵喵。那位护法心领神会，且他也不想让仙喵喵出去，于是劝道：“喵喵啊，你不要闹，这个时候可……伯伯，我们来此事做什么的？”然而那位护法话还没有说完，仙喵喵便开口说道：“我们来此事为了守护这座领地，可是我们现在在做什么？竟然靠着这座领地的大阵守护我们。喵喵，我知道你很憎恨暗殿，我又何尝不是？可是国王陛下吩咐过，你的安危大于一切，绝对不能让你出现差池。”护法劝道：“我再说一遍，放我出去，否则这大阵也挡不住我。”仙喵喵话到此处，眼眸一闪，黄色的长发顿时狂魔乱舞。这一刻，莫说是那位领主以及此处的士兵，就连那位7品5帝的护法也是身形暴退，因为此刻仙喵喵是放出了他的气息。6品5帝，仙喵喵明明只是少女，可却依然具备6品5帝的修为。喵喵，你竟然又突破了！感受到仙喵喵此刻的修为，那位护法也是一愣：“伯伯，让我出去，我来此处就是要教训暗殿之人，你不能让我万里迢迢来到此处后，却只能像是一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大阵之中，坐以待毙。”仙喵喵说道。见仙喵喵如此坚决，这位护法也是感到犯难，但犹豫一番后，他仍是对那位领主说道：“开门，开门！”与暗殿之人一战，那位领主不敢违抗，但却更不敢让仙喵喵一个人去对付暗殿大军以及那些远古凶兽，所以他准备率领此处的远古精灵大军与暗殿进行正面交锋。而他一声令下之后，那座大阵便打开一个缺口，那是内部的一座大门，也是这座大阵唯一的大门。他们已是准备拼尽全力与远古凶兽一战。然而那个缺口刚刚打开，一个身影便冲了出去，是仙喵喵。仙喵喵不仅第一个冲了出去，在其冲出去的那一刻，他袖袍一挥，竟有一道金光落在了那大阵的出口之上。公主大人，您……见到这一幕，远古精灵皆是神情大变，又惊又恐。原来那道金光是一座金色的大钟，此刻那金色的大钟非常之大，竟封住了大阵的出口，把所有远古精灵都挡在了大阵之内。哪怕远古精灵如何轰击，却根本无法撼动那座金色大钟。那大钟简直比这座大阵还要坚固。这一刻，此处的领主真是慌了，因为这座大阵是这座领地的最后一道防线，所有只有这一个出口，眼下这个出口被堵住，他们便无法出去与。但是仙喵喵已经出去了啊，他怎么能放任仙喵喵一个人去与暗殿那么多强者交手？护法大人，这可怎么办啊？您快想想办法，不能让喵喵公主她一个人暴露在暗殿大军的面前啊！惊慌之下，领主看向了那位护法，没用的，这个金钟乃是国王陛下赐给喵喵公主的，为的就是让她在关键时刻用这金钟保护自己。但没有想到，喵喵她竟然用这金钟将我们给挡住在了里面。看来这个丫头是不想让我们白白牺牲，想凭借一己之力对付这暗殿的大军。护法说道：“什么？公主大人？”她竟然听得此话，众位远古精灵皆是大变。就算仙喵喵实力再强，可是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对付这数万只远古凶兽以及暗殿大军，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啊！毕竟再怎么说，仙喵喵也只是一位6品5帝，但是那外面可是有着7品5帝级别的远古凶兽，并且有着足足10只。然而就在众位远古精灵担心之际，大阵之外竟忽然传来阵阵惨叫。定目一看，包括那位领主在内的远古精灵几乎全部都是傻眼了。此刻暗殿的精锐大军以及诸多远古凶兽正在饱受摧残，死伤一片，而那摧残者并非他人，正是他们极为担心的公主大人仙喵喵。仙喵喵此刻手握一把地兵长剑，长剑每挥动一下都会斩杀一片，莫说是那些实力稍弱者，
哪怕是那10只7平5地的远古凶兽，竟也完全不是仙喵喵的对手。只是顷刻之间，已有2只远古凶兽死在了仙喵喵的地兵长剑之下。公主大人竟如此厉害，连7平5地都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他的修为明明只是6平5地啊，怎么回事？难道说公主大人的真实战力并非是逆战4品，而是逆战5品？众位远古精灵起初只是怀疑，可是一番征战之后，他们却是确定了这件事。别看仙喵喵只是个柔弱的少女，可是此刻她展现出的实力实在是太过强悍，在那暗殿大军之中穿梭，简直无人可挡。莫说暗殿之人，就算是那些巨大的远古凶兽，也是不堪一击。有救了，这场危机可以化解了。想不到公主大人竟然如此厉害，怕只是她一人就可以解决这些暗殿大军。眼不见这仙喵喵如此凶残，本无比担心的远古精灵们不仅对其刮目相看，甚至开始雷动战鼓，为仙喵喵呐喊助威。然而好久不长，就在仙喵喵刚开始大开杀戒之际，忽然一声刺耳的咆哮传来。与此同时，在远处一条黑色的巨龙正张牙舞爪地向仙喵喵飞掠而去。那黑色的巨龙乃是由黑色的气焰凝聚而成，并没有完整的肉身，但却有着一双血淋淋的双眼。当那黑龙出现的一刻，远古精灵们皆是神经一紧，哪怕他们在大阵之内，可却也能够感受到那黑龙的恐怖。得境乱夜见，仙喵喵也意识到那黑龙非寻常之物，他并未大意，而是猛然挥动手中的地兵长剑，长剑一出，顿时乱叶纷飞。可是那叶却并非寻常之叶，竟将那凶猛的黑龙给硬生生的打成了筛子。只是被击毁之后，那黑龙竟化作暗黑色的气焰，消失于天际。原来那黑龙并非真正的猛兽，只是一种武技而已。丫头不错嘛！就在那黑龙被破之后，一道倩影也是凭空出现，站在了仙喵喵遥远的对面。此女出现之后，就连远古精灵皆是神情一变。此女长得极美，简直就像是一个妖精。但最重要的是，此女的修为竟然捉摸不透。而最重要的是，当这名女子出现之后，无论是暗殿大军还是诸多远古凶兽，竟都规规矩矩地退到了女子的身后，露出了尊敬的神态。很显然，这名女子乃是这暗殿大军的主子。看到这名女子之后，那位远古精灵的护法神情变得异常慌乱。哪怕仙喵喵独自一人杀出去后，将他们封锁在大阵之内，他也没有这样不安过。因为与暗殿交手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远古凶兽会露出这种尊敬的表情，哪怕是在暗殿殿主的面前，也没有这样过。然而这个女子居然做到了，并且这个女子的修为他根本就看不透，但却能够感受到这女子非常的危险。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意识到，这个女子绝非寻常之辈。如果说之前仙喵喵独自一人面对暗殿大军，他其实还算放心，那么现在他是真的不放心了。是你！而当仙喵喵看到此女之后，眼中的杀意却顿时暴增，因为这名女子仙喵喵认识，乃是当初在嗜血杀阵内与灭世仙人一同出现在暗殿殿主左右的那位神秘女子。还认识我？记性不错嘛。女子淡淡的笑道，虽然她的声音很是好听，但却也是有着浓浓的诡异之气。你就算化成灰，我也会认得你。仙喵喵咬牙切齿的说道。听得仙喵喵的话后，那女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脸上的笑意更浓，且笑得很是迷人，乃是绝对的风情万种。笑过之后，对仙喵喵说道：丫头，上次在嗜血杀阵，你明明应该死了，但你却没死，所以对于你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家店主很感兴趣，他要我带你回去。你是主动跟我走，还是要我动手抓你回去？对了，我提醒你一句，若是你主动跟我走，我可以饶这些家伙一条生路，但你若要我动手，他们都要死。神秘女子看着仙喵喵身后那大阵之内的远古精灵们说道。虽然这话她是笑着说的，可是此话说出之后，远古精灵们皆是身体一颤，哪怕是那位护法大人也是如此。只在那一瞬间，已是满面的冷汗。不知为何，他们总感觉这女子的那番话并不像是开玩笑，而是她真的可以做到。因为在这女子身上的危险气息实在是太浓了，与她接触的越久，人们越是恐惧于她。大言不惭，真是找死！仙喵喵眼中寒芒一闪，手中的地兵长剑已是猛然挥斩而出。然而这道斩击刚刚挥斩而出，其身前的虚空却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怒吼。很快的一个庞然大物便自虚空浮现，大嘴一张，一阵狂风席卷而出。那狂风非常厉害，竟化作了风行镰刀，将仙喵喵的攻势给挡了下来。而当这个庞然大物出现之后，仙喵喵也是眉头一皱。这个庞然大物依然是远古凶兽，但却有着8平5地的修为。最重要的是，这个远古凶兽比起此处的其他远古凶兽，整个感觉便是不同，那种感觉与实力无关，就像是这个远古凶兽曾被特殊改造过一样。你这个小丫头还不具备与我交手的资格，我这个奴隶便足以收拾掉你。神秘女子的嘴角再度上翘，露出了迷人却又危险的微笑。随后只见其手指对着那远古凶兽一指，一道黑色气焰便落入那远古凶兽的体内。而下一刻，那远古凶兽浑身上下都升起了黑色的气焰，就像是一个黑色的恶魔。而在这股气焰的包裹下，它的气势更凶，杀意更浓，开始向仙喵喵发动异常残暴的攻击。至于仙喵喵，则是冷哼一声，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他却并未惧怕，而是摆动手中地兵长剑，与那远古凶星号站在了一处。二者的交战异常激烈，就仿佛他们乃是这方天地唯一的主宰，可以毁灭一切。糟了，这只远古凶兽太强了，这样下去，公主大人怕是要支撑不住。然而一番争斗之后，远古精灵们的脸色却是越发难看。虽然仙喵喵实力强横，可那远古凶兽却是越发凶猛。此时此刻，那远古凶兽已经占据了优势，并且优势越来越大，到了后来完全就是在压着仙喵喵在打。
这只远古凶兽果然不同寻常，它的攻击不像是胡乱来的，而像是一个拥有智慧的生命体，战斗经验十足，否则以仙喵喵的实力，也不可能被它压制到这种地步。忽然之间，那远古凶兽一拳轰出，见状，仙喵喵赶忙横起地兵掌剑去挡，可是这一拳威力实在太大，虽然仙喵喵以地兵掌剑挡住，可是却被震退数米。稳住身形之际，嘴角竟溢出了滴滴鲜血。该死，想办法让我出去！见到仙喵喵受伤，那位护法顿时就急了：“护法大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呀！”此刻，那位领主则是一脸的无奈。那大阵只有一个出口，但此刻被仙喵喵以金钟挡住，他们根本就出不去。然而，就在此刻，那远古凶兽的再度发生一声怒吼，他的攻势已是越来越猛，且受伤之后，仙喵喵的实力明显不如先前，这次陷入了绝对的被动。这可怎么办？此刻，远古精灵们当真是慌乱到了极点，甚至有些人已经快要崩溃了，因为这样下去，仙喵喵可是要必死无疑的。但是，他们远古精灵绝对不能失去仙喵喵这位天才。丫头，我劝你还是认输吧，若是现在认输，还来得及。神秘女子淡淡的笑道，她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一脸的风轻云淡。让我跟你们走。休想！仙喵喵倔强的吼道，还是真是倔强。听得此话，那神秘女子又是一笑，这才说道，这样一来，就必须要给你一些教训了。话到此处，神秘女子的眼中忽然闪过一抹阴狠的光芒，轻声喝道，废了他！此话一出，那远古凶兽就像是收到命令一般，在阵阵怒吼之中，攻势变得更为凶猛，且招招致命，竟是要置仙喵喵于死地，怕是要让你失望了。今日你谁都杀不死。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际之上忽然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且这个声音传来之后，两个巨大的石刃竟自虚空而现，猛然自天际落下，不仅狠狠地将那只远古凶兽踩入了地底深处，更是挥动手中的兵刃，将那远古凶兽给斩切致死。那是什么？这一切发生的太快，莫说是暗殿之人，就连远古精灵们也纷纷骇然失色，因为那两个石头巨人实在太恐怖了，同为8平5地的气息，可却只是一击便斩杀了那只远古凶兽。虽然他们是趁着远古凶兽在全力攻击仙喵喵的时候，忽然发动了奇袭，这才能一击灭掉那只远古凶兽，但若没有绝对的实力，也完全是做不到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石头巨人是从何而来？莫非是妖兽？可是5只圣土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妖兽啊！而就在众人震惊不已之际，一道身影忽然从天而降，落在了仙喵喵的身旁，手掌放在仙喵喵的肩膀之上，一股柔和之力便传入仙喵喵的体内，是在为仙喵喵疗伤。仙喵喵本也在注视着那忽然出现的两只石头巨人，忽然一股柔和的力量传入体内，让他所受的伤痛顿时好转许多。而侧目一看，才发现楚风正站在他的身旁。楚风见到楚风，仙喵喵就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甜美的小脸之上顿时绽放起灿烂的笑容。抱歉，我来晚了。楚风说道。听得此话，仙喵喵顿时一愣，他已经明白了，不管这两个石头怪物是从何来头，但肯定是与楚风有关系，是楚风带来的。楚风，你居然没死！然而看到楚风之后，那神秘女子的眼中却涌现出了一抹意外之色。我没死，是不是很让你失望？楚风问道。失望倒谈不上，只是有些意外罢了。神秘女子嫣然一笑，就仿佛楚风是死是活，真的与他毫无关系一样。我不死，可就要轮到你们死了。楚风眯着双眼说道，似乎距离上次见面还没过多久吧？你的实力没多大长进，怎么反而学会吹牛皮了？神秘女子讽刺地说道。对于神秘女子的讽刺，楚风也不生气，而是淡淡的一笑。然而见楚风如此自信的一笑，众位远古精灵们则是有些摸不清头脑了。虽说楚风带来了的两个石头巨人很是强横，可终归只有2个而已，但那神秘女子带给他们的感觉实在是太深不可测了，总觉得只是这2个石头巨人恐怕也难以胜过他一样。然而就在此刻，阵阵轰鸣之音自远处传来，与此同时，大地也是随之剧烈颤动，就像是地震了一般。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个巨大的石头怪物开始浮现而出，纷纷进入人们的视线之内。那全部都是石头妖兽，怎么会有那么多？眼见着足足数千只巨大的石头怪物，如同训练有素的大军一般，整齐的走了过来。远古精灵们都是震惊不已，而此刻那些暗殿纸人们，一个个更是吓得不轻。毕竟足足数千只石头怪物，修为都在5地境，若是这些石头怪物加入战场，那么他们这些远古凶兽的优势便将荡然无存了。雪姬大人，我们还是走吧。惊慌之下，有人对那神秘的女子说道。然而那神秘的女子却并未理会那位暗殿之人，但同样的，她的脸上也没有丝毫的惊恐，而是意味深长地对楚风说道，不错，看来你的确是在5行秘籍之中得到了收获。莫非灭世和无量那2个废物已经死了？罢了，他们的死活与我无关，但我不得不承认，你今日的到来的确是救了这些远古精灵们一命。楚风，我们后会有期。话到此处，那神秘女子忽然身形一转，便引入虚空之中，消失不见。雪姬大人，求您不要丢下我们啊！见状，那些暗殿之人则顿时乱了阵脚，他们胆敢气势汹汹的来此，依仗的便是那神秘女子。如今那神秘女子走了，他们这些人怎么可能是远古精灵以及石怪大军的对手？若女子不管他们，他们可真的是要必死无疑了，杀了他们一个不留。而就在这一刻，楚风则是忽然开口，而楚风此话一落，暗殿之人则是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哪里。原本凶残的眼中涌现出的是浓郁的恐惧，因为当楚风那句话落下之际，数千只石头怪物开始向他们围攻而去，尤其是那2只8平5地级别的石头巨人，
只在瞬息之间便来到了他们的大军之中，正在开始大开杀戒。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无论是暗殿之人还是远古凶兽，皆被屠杀殆尽。屠杀，这的确是一场屠杀。楚风所率领的石头大军以零死零伤的战绩击溃了暗殿的大军。收！楚风说道。而此话一落，那些石头怪物便围住了这座领地，像是守卫一样守护着此处。见到这一幕，众位远古精灵皆是面露吃惊，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敬佩。事到如今，他们已经确定这些石头大军全部听从楚风的指挥，而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楚风，这些石头怪物你是从何处所得？竟然这样厉害！此刻，莫说其他远古精灵，就连仙喵喵这位小公主也是惊呆了。此事说来话长，我解开了五行秘籍，而其中的宝藏便是这些石头大军。楚风说道。你真的解开了五行秘籍？天哪，你也太厉害了！听得此话，仙喵喵一脸的惊讶。喵喵，你听我说，现在这些石头大军都听我调遣。不过，我做了17个令牌，这17个令牌只要滴血认主之后，同样可以命令一部分石头大军。我来此之前，已陆续将其中15个令牌交给了15座领地的领主。等一下，你将这个令牌交给此处的领主，滴血之后，他便可以与我一样调遣这些石头大军。有着石头大军守护此处，暗殿之人就算再来，他们便也不必再怕了。楚风将一个令牌递给了仙喵喵，竟然如此神奇！看着楚风递过来的令牌，仙喵喵一脸的惊奇，且爱不释手，不停地摆弄着，就像是一个贪玩的孩子得到了一个心爱的玩具一样。不对啊，楚风，总共17块令牌，这么说，这些石头大军还不是你得到的全部分？还有，仙喵喵惊奇地问道，石头大军之中总共有138981个石人，我将这些石人分成了16队兵马，如今其中的15队兵马已经分别在守护你远古精灵的15座重要领地。楚风点头道，太了不起了，这么多厉害的石头人，就算暗殿再来偷袭，我们也不用怕了。此刻，仙喵喵很是高兴，毕竟石头人的厉害他已经见识到了，而只要想一想，这么厉害的石头人还有那么多，那这对于远古精灵来说的确是一大助力。先不说修为，单说最弱的，那也是10万多个武帝啊，这是什么概念？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也许远古精灵与暗殿的这场战争可以因为石头大军的加入而发生逆转，就算远古精灵依然被动，但死伤也不会像以往那样严重。不过最厉害的只有这2个，他们从现在开始就属于你了。楚风又取出了一个令牌，交给了仙喵喵。且说话间看了眼身后那2个8品5帝级的石头巨人，这2个石头巨人的确是楚风为仙喵喵准备的。因为楚风来时的路上便听说仙喵喵正在镇守此处，楚风也是怕仙喵喵有危险，所以便特意来此找仙喵喵，想将仙喵喵接回精灵王国的。为了以防万一，他才做了这个令牌，让仙喵喵可以操控2个最强的石头巨人，以此来保护他的安危。不过楚风没有想到，仙喵喵的修为又有长进，已然是6品5帝。这样的他，哪怕自己已是可与8品5帝一战，但从之前仙喵喵与那只8品5帝的远古凶兽对战中可以看出，仙喵喵的战斗经验并非很足，对战寻常的8品5帝还可以，若是遇到强一点的还是不行。而这2个石头巨人可以算是8品5帝中极强的存在，毕竟连灭世仙人都被他们击败了，所以让他们保护仙喵喵，楚风还是颇为放心的。千万不要推脱，快拿着！似怕仙喵喵推脱，楚风强行将那个令牌塞到了仙喵喵的手中。那你呢？仙喵喵颇为担忧的看着楚风，从之前那神秘女子的话语之中，他可以听出暗殿现在已经想置楚风于死地了。楚风现在的处境也同样很危险，别忘了我是龙纹界灵师，8品5帝就算我斗不过，可想杀我也没那么容易。再者说了，这石头巨人太大，若是时刻让他们跟在我身边，我行事很不方便，而只要他们在我身边，就算没有令牌，我也同样可以让他们为我所用。楚风笑着解释道，其实还是想要劝仙喵喵接受他的好意，好不？见楚风执意如此，仙喵喵也值得将令牌收下，其实他还是很高兴的。仙喵喵本就是少女，并且还有孩子心性，想一想可以控制2个相当于远古精灵元老级别的强者，而且想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可比让远古精灵的人保护他自由多了。大爷，你好厉害啊，这些大家伙居然都听你的。此刻一条红色的小虫自仙喵喵的袖子里钻了出来，直接跳到了楚风的身上。这个小家伙正是小红。小红，许久不见，可想大爷？楚风将小红托在手中，笑着问道。想，就连做梦都想。小红说道。你居然还会做梦？楚风诧异的问道。会啊，我天天梦见大爷和喵喵呢。小红说道。不叫美女，改叫喵喵了，看来现在混得不错嘛。楚风说道。那你看了？小红得意的扬起了小脑袋。那你说说，都梦见什么了？楚风问道。梦见大爷摸喵喵的身子。小红说道。摸喵喵的身子？楚风眉头微皱，不由问道。我为什么摸喵喵的身子？楚风听说过，有些梦往往有预言的作用，而小红显然是一种特殊的奇物，她做梦本就有些神奇，还经常梦到她和仙喵喵，这就更是不可思议了。楚风追问，就是想知道小红的梦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真的是有什么不妙的事情发生，倒是可以提前做些准备来预防的。对啊，小红，楚风为什么要摸我的身子呢？是我受伤了吗？此刻仙喵喵也是好奇的问道。显然仙喵喵是与楚风想到一起去了。我也不知道大爷为什么摸你的身子，反正不仅摸了，还亲你呢，然后你们2个什么都不穿，在床上滚啊滚的，可热闹了。小红一脸坏笑的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一阵无语，原来他是被小红给耍了，他哪里有做什么梦，明明就是在耍他和仙喵喵。小红，你是找死啊？这一刻仙喵喵小脸顿时通红，于是抓住小红便是一阵拉扯。
简直快要将小红给扯断了。喵喵陛下，小红知错了，放过我吧，大爷，救命啊！小红的哀嚎声开始响起，只不过楚风却没有开口替她求情，因为就算仙喵喵不收拾小红，他也是准备出手了。这个小红实在是太贱了，必须教训一下。公主大人，楚风小友，可否让我们出去？而就在这一刻，此处的领主忽然大喊一声，回头一看，才发现大阵之内的人虽然此刻大部分都是喜笑颜开，为楚风击败了暗殿大军而高兴，但同时也是一脸的无奈，因为他们都还被关在大阵之内，想出来庆祝一下都是不行，只能在那大阵之内欢呼，倒是颇为的别扭。喵喵，这是怎么回事？楚风来的有些晚，还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被关在大阵之内的，但他也看出来了，是那座金钟搞的鬼，是喵喵小姐弄的，不要再扯了，人家都这么乖的叫你小姐了。小红痛苦的呼喊道，看到你光顾着高兴了，差点忘记他们了。此刻仙喵喵则是尴尬的挠了挠头，随后对着那金钟轻喝一声收，那金钟便急速缩小，最后进化作指甲大，落入了仙喵喵的手中，被其收入了袖子之中。看着那个金钟，楚风也是眼前一亮，这金钟怕是8品武帝都轰不碎，搞不好能够抵挡武帝巅峰的攻击，这绝对是一件至宝。远古精灵就是远古精灵所拥有的至宝，也是神奇的。楚风小友，那些石头大军竟然受你所控，听你号令，你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此刻远古精灵的人马一拥而上的将楚风围了起来。之前楚风指挥石头大军击溃暗殿的大军，此刻对楚风都是敬佩不已。前辈，这些暗殿的人留下了不少财物，放在那里也不好，还是收起来吧。楚风笑着对那位领主说道。楚风小友，你是要将这些宝贝全部留给我们？听得此话，那位领主顿时一阵窃喜。本来他觉得暗殿大军是楚风所灭，那暗殿大军留下的至宝当然也要属于楚风，可楚风此话之意明显是要将这些宝贝留给他嘛。正是。楚风点了点头，可这怎么是好啊？此处领主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楚风说给你，你就收着，别不领情啊。仙喵喵瞥了那领主一眼，不敢不敢，怎么会不领情？此处领主连连摇头，随后便去组织人手去收取暗殿之人留下的至宝，那可都是价值不菲之物。这里好是热闹啊。然而就在这一刻，一道身影忽然凭空而现，看到这位之后，众位远古精灵皆是面色一僵，随后除了仙喵喵与楚风外，皆是跪在了地上，齐声喊道：拜见国王陛下。父王，您怎么来了？见到自己的父亲，仙喵喵也是一脸的惊喜。我得到线索，暗殿怕是要对你不利，所以便赶紧过来，不曾想到是多此一举了。精灵国王说此话的时候，笑眯眯地看向了楚风，那目光之中竟有着一抹感激之色。他的确是来晚了，若不是楚风及时赶到，怕是他的仙喵喵还真是情况不妙。楚风拜见国王陛下。见到精灵国王，楚风也是对其施以一礼。楚风小友，快快请起，你我如今乃是盟友，理当平起平坐。你这样，我可是担待不起啊。精灵国王说道。您是前辈，晚辈怎敢与您平起平坐？楚风摇头道。以你之天赋，修为迟早要超越我。你的舞台并非此处，而是那天外。其实能够与你平起平坐，已是我的福分。精灵国王说道。前辈永远是前辈，这与修为无关。楚风很是尊敬的说道。这乃是心里话。而听得此话，精灵国王则是心中一动。尽管早就知道楚风为人谦卑，可修武者的世界毕竟是强者为尊，像是楚风这样既优秀又懂事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足足10万余石头大军，个个都在武帝境界，如今却全部在镇守我远古精灵的各处要地。楚风小友，你可真是送了我远古精灵一份大礼啊。随后精灵国王又看着那石头大军说道。显然他已经知道关于石头大军驻守各处的事情。国王陛下说的这是哪里的话？我们本是同盟，这都是楚风该做的事。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敢问一句，这些石头大军可是自其石道场所得？精灵国王问道。国王陛下怎么知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颇感意外。其实我远古精灵早有猜测，觉得其石道场的数十万奇石非寻常之物，一直想为我们所用，只是这么多年来施展了无数手段，可却皆是失败。想不到那其实竟与五行老祖留下的宝藏有关，最终被楚风小友所掌握。说到这里，哪怕精灵国王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也是有着一抹敬佩之色。而听得精灵国王的话后，不明真相的远古精灵们也都明白了，原来这些石头大军便是奇石道场的那些奇石。楚风之所以能够控制他们，那是因为楚风解开了自古以来无人可以解开的五行秘籍。想到此处后，在场的所有远古精灵，无论是修为强横者还是修为极弱的小辈，看向楚风的目光中都是涌现出了浓浓的敬佩之色。远古之后，那么多人想做都没有做到的事，被楚风做到了，他们真的是想不佩服都难。何止啊，楚风不仅可以控制这些石头大军，还做了多个令牌，手持这个令牌便可以控制一部分石头大军，这个令牌便可以控制此处除了那2个石头巨人外的所有石头人了。领主大人，给你了。仙喵喵将那个令牌递给了此处的领主。这可万万使不得，我实力卑微，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大礼？此刻那位领主受宠若惊，那石头大军之中的一些石头怪物修为都在他之上，让他去指挥那些石头大军，他真的是没有底气。尤其是在精灵国王的面前，他更不敢接受这样的大礼。在他看来，就算这令牌可以指挥那石头大军，可是指挥的人也应该是精灵国王，而绝非是他这位小小的领主。